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。秋天就要正式到来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秋天对我们健康的各种影响。在美国，秋季是从秋分开始，通常是在每年的9月22日或9月23日左右。白天慢慢的变短了，这意味着人们暴露在日光下的时间慢慢缩短了，气温也变冷了，而且早晚的温差变大了，环境条件和生活方式都逐渐发生一些变化，所以秋季会带来对健康的各种影响。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种。首先是季节性过敏。秋季过敏，尤其是由豚草花粉和霉菌引起的过敏，会引起打喷嚏、眼睛发痒发红、流鼻涕和鼻塞。霉菌孢子在秋季会增多，通常隐藏在干树叶内，可能会导致呼吸问题。有花粉过敏的朋友可以通过媒体来监测花粉的数量，在花粉数量高的时候，应该尽量减少和避免室外活动。在室内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，关好门窗。外出活动后呢，尽快换洗衣服、淋浴，清除过敏源。必要时呢，服用抗组胺药，或者采用洗鼻的方法清除过敏源。具体方法请复习我频道内季节性过敏的视频。第二是感冒和流感。因为气温较低，人们在室内活动的时间增加，导致感冒和流感、新冠等病毒的传播增加。流感季节通常从秋季开始，因此尽早的进行预防，采取措施非常重要。目前新冠的流行也有增加。美国疾控中心建议，除少数例外，所有6个月以上的人都应该接种更新的2024至2025流感疫苗和更新的2024至2025的新冠疫苗，无论之前是否已经接种过新冠疫苗。CDC 还指出，在一次就诊中接种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是安全的，这样可以预防今年秋冬季的流感和新冠造成的严重后果。CDC 还建议年满75岁或者年龄在60到74岁有患呼吸道合胞病毒风险，就是 RSV 病毒的风险者，接种一剂 RSV 疫苗，以防止严重的 RSV 感染和住院治疗。除了我们要尽早接种疫苗以外，我们要经常用肥皂和清水洗手，避免触摸脸部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通过适当的营养补充水分，充足睡眠来提高我们的机体的抵抗力。在人多的地方，尤其是高危人群，要注意戴上口罩，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。一旦有感染的迹象，应该自测病毒。现在在药房可以买到同时可以测量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的试剂。如果测量阳性，应该自我隔离，对症治疗。症状严重者，特别是伴有基础病者，要尽早咨询您的医生。医生可能会采取抗病毒的治疗，而抗病毒的治疗最好在感染的24到48小时内。根据我自己的体验， walk-in clinic， 例如 CVS Mini Clinic，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第三是季节性情感障碍。随着日照的减少，一些人会出现季节性情感障碍，这是一种与季节性有关的抑郁症。它的表现是精力不足、情绪波动、注意力不能集中、
希望大家能尽量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。白天尽可能做一些户外活动，争取多晒太阳，使用模仿日光的器械，例如 Happy Light。保持健康饮食，加强锻炼，有利于多巴胺的释放，促进愉悦的心情。必要时补充维生素 D， 具体剂量需要咨询您的医生。第四是哮喘和呼吸问题。气候变化、接触过敏源都可以引起哮喘和呼吸问题。寒冷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呼吸道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朋友，建议在寒冷的室外戴上口罩或用围巾遮挡，使用空气净化器和空气加湿器会改善室内空气的质量。已知有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朋友，要备用急救药物，检查药物的有效期。平时要做一些有关呼吸的锻炼，具体方法请看我有关呼吸锻炼的视频。第五，关节疼痛。较低的温度可以诱发关节疼痛和关节炎。有病人谈到随着气温的变化，他们的关节会变得僵硬不适，所以要注意保暖和注意活动关节，做一些活动关节的运动，热敷或用温水舒缓关节。总的来说，入秋了，我们要知道做好各种的保健工作。那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请您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订阅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不会错过我视频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问题，请您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